很多时候，提起印度，我们都会联想到一些不好的形容词，如在经济上，印度的贫富差距巨大，大量的贫民窟让印度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。另外，印度人在社交平台上的奇葩表现，也让世界对这个国家丧失了好感。不过，即使是这样，印度却仍然不能小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从美国对待印度的态度中，我们就可以窥见几分。日前，卡特里娜·曼森认为印度处于美国参与印太事务的前沿和中心，并将同印度的关系描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，这很好理解。随着中国的崛起，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越来越向印太地区转移，而印度恰巧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，也即遏制中国的关键。除此之外，与印度搞好关系也是美国确保对世界经济控制的关键，因为美国要确保对世界经济的控制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世界主要的贸易航道，比如印度洋。可以肯定的说，印度在美国心中绝对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，而如果放在当前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印度是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大变量。对于当前的中美对抗，不少专家人士指出，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必将影响世界格局，而不管最终结局如何，都会改写未来世界的走向。一旦美印真的彻底联手起来对付中国，那么中国的边境将会变得十分被动，其中最大的困境就是中国海上能源的运输通道将会遭到极大的威胁。我们知道，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的关键通道，一旦在战时被美印控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考虑到印度在改变世界局势上的关键作用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面对边境印军挑衅时，只能选择忍让克制，打也不能打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枪声一响，没有赢家。一旦中印在边境发生战争冲突，最终获利的一定不是中印，而是美国。因此，从这一层面上来说，中国应该避免在边境同印度开战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着对印度的挑衅，中国就没辙。前段时间，印度媒体就报道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有观点认为，印度应该退出四方合作机制，原因是其认为，印度跟随美国挑起对华战争的结局，使印度只能沦为中美对抗的炮灰。那么，这也就是说，中国只有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让世界各国认清跟随美国同中国对抗的下场，才能最大程度的击退敌人。只有自身拳头够硬，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和平发展，才是硬道理，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。众所周知，日本对俄罗斯所控制的北方四岛一直都耿耿于怀，但是他们对俄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从军事实力上来讲，俄罗斯拥有足以毁灭整个日本的核武器，但是日本却没有能对付俄罗斯的军事手段。因此，在美俄博弈的背景下，日本就选择绑上了美国的战车，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，来夺回北方四岛。而作为大哥的美国，也很仗义地替日本小弟出了头。在美俄首脑会晤之前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对俄罗斯发出了明确警告。他直接指出，如果俄罗斯侵犯美国的利益，那美国必将对俄采取强硬措施。与此同时，五角大楼还警告俄罗斯应该把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，并且还宣布要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日本。很显然，美国这一招只是想利用盟友来针对俄罗斯，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会卷入这些纷争中去。一旦真的爆发战争，估计美国会立刻抽身事外，隔岸观火。然而日本对这些似乎毫不在意，他们居然仗着有美国的撑腰，开始对俄叫嚣，要武力夺岛。据日本消息人士透露，由于俄日船只相撞，两国的冲突进一步升级。一些日本右翼势力认为，现在的局势有利于日本用武力夺回北方四岛，因为俄罗斯目前正面临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，还有克里米亚的纷争，这些必然会分散俄罗斯的精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在美国的支持下，日本也许有能力与俄一战。不得不说，日本这个趁虚而入的想法实在是有些天真。素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根本不会如他们所愿。普京虽然答应了与日本进行谈判，但是态度表现得十分明确，那就是谈判可以，合作也可以，领土问题就没必要纠缠。在普京做出强硬表态的同时，俄军也做出了多手准备，除了直接扣押日本船只和船员以外，还在北方四岛加强了军事部署，并时不时通过军演、试射导弹的方式威慑日本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直接宣布俄罗斯将会在新地岛进行非核试验，以确认国家核武库的可靠性。要知道，新地岛这个地方可是以前苏联时期的主要核试验基地。1967年，这里曾试验爆炸的沙皇炸弹，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爆炸当量最大的一次核试验。因此，有专家认为，俄罗斯的这个举动绝非偶然，检验核武库只是一个借口，实际上这是普京对日本和美国及其盟友们的一种威慑手段，通过向他们展示强大的核反击能力，来表达俄罗斯对外界挑衅的强硬态度。不得不说，普京的这次警告真的非常硬核，同时也让许多国人都坐不住了。因为同样是被美国及其盟友们围堵的中国，为何这些人害怕俄罗斯而不害怕中国呢？这里我国或许可以借鉴一下俄罗斯的打法，在台海问题上，我们也要果断亮剑，
让岛内分裂分子和境外势力知道，任何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在中美激烈博弈的背景下，拜登政府又搞出了新动静。在6月8号，美国 CNN 报道，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，而这项法案内容主要是美国将会投资2500亿美元到技术、科学和研究领域，最终目的就是对抗中国。而关于这2500亿美元的分配，法案中也写得很清楚，其中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、科研方面投入，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新技术部门，主要专注于人工领域等新技术领域研究。此外，还将投100亿美元给美国商务部，建设区域技术中心，以供研发新技术，并提供更多就业。还将批准540亿美元，增强美国半导体、电信设备的研发工作，还有20亿美元用于汽车芯片生产。目前该芯片产能不足，供应短缺。还拨款169亿支持 NASA 人类登陆计划。此外，还要追加150亿美元打击中国影响力。同时，法案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。法案主要提起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甚至疾呼，如果美国再不行动，大力投资科研的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。根据数据显示，美国近些年来政府研发支出不到美国的 GDP 1%，也不到联邦支出总额的 3%， 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水准。在技术创新等领域，美国已经开始落后于中国。一边敦促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领先，另一边美国又在叫嚣预防中国盗窃技术风险。今日 G7 峰会上，美国和主要经济体发表声明，防止敏感研究数据泄露内容，以防中国盗窃。尤其是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具有军事应用的领域。在人工智能领域，中美齐头并进，美国已经后劲不足；而在量子技术领域，无论量子通信还是计算，中国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。中国需要盗窃落后的技术吗？最近这段时间，拜登多次强调在基建、电动汽车、人工智能、通信技术等领域赶超中国，事事都要和中国比，其实也露怯了。此前，拜登还成立了一个针对中国贸易的小组，对半导体、稀土、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、药品等关键供应链进行审查，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。对此，也有美国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，美国人将打败美国的答案写出来了。美国曾搞出多个法案，但终究是大部分停留在纸面上，真要实施，美国面临很大的困难。而且，美国最大的缺陷是4年一个政治周期，政策不连贯，难以集中力量延续做大事。美国频频对中国进行无端的干扰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许多国家也想趁机踏上美国战车，从中谋取一些利益。印度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了美国为他撑腰，就忘了自己到底有多大能力了。把从俄罗斯借来的唯一一艘核潜艇提前归还后，印度媒体却直接扬言要对中国形成威慑，是对接下来的印军行动十分自信吗？近日，据环球网援引印度媒体《印度斯坦时报》报道，印度国防部近日批准了一项印度海军关于采购先进核潜艇的项目。据了解，此项目资金投入高达58亿美元，并且还对外宣称是印度最强水下力量，为此大肆吹嘘要对中国海军形成极大的威慑力。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，印度海军将唯一一艘从俄罗斯租借的核潜艇查克拉号归还。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称，这艘潜艇出现在了马六甲海峡，并途经南海，然后前往俄罗斯将其归还给俄罗斯海军。不过按照租期，印度应该是明年的4月份将这艘潜艇归还给俄罗斯的。此前有说法认为，印度提前归还潜艇是主动退出印太战场的表现，现在又扬言要对中国形成威慑，恐怕印度军方并没有想退出印太战场的想法了。因为查克拉号潜艇是印度唯一一艘用于监视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艇，如今提前归还给俄罗斯，也就表明了印度在下一艘核动力潜艇出现前，印度海军是没有核潜艇的。根据印度的相关报道数据来看，未来印度潜艇部队共有24艘潜艇组成，其中包括16艘常规舰和6艘核动力潜艇。印度媒体认为，这样强大的规模是用来实现对中国海军的有效威慑，但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成熟的想法，因为以我国现在的海军实力来看，印度的海军完全没有能力来对中国海军形成威慑。我国海军综合实力目前排居世界第2， 093和094型核潜艇彰显我国实力。除此之外，中国还拥有300多艘军舰。
舰、2艘航母，这样庞大的海军实力，拿印度连一艘核动力潜艇都没有的海军来威慑，听起来属实有点可笑。或许印度媒体还没有从美梦中醒来，在说胡话吧。如今参与了一些由美国勾起的小组织，就以为能和中国对抗了，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美国之所以拉帮结派，是为了行使自己的霸权主义，而类似四方安全对话的这种集团，其实就是美国下的一个圈套，而印度也只是美国的一颗棋子。如果印度还不能从美国设的陷阱中跳出来的话，最后伤到的就是自己罢了。